好，今天在军事上面带观众朋友来特别关心到的是美军跟英澳等的空军在这几天呢，就在内华达州完成了一个军演，这个是红旗军演，动员的人数其实也相当的多，达到了3000多名的这个官兵，还有100多架的一个战机。亮点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这一次是结合了空中网络跟太空战的一个情境。好，特别看到亮点是扮演拿这个 F-35美军首次派出了 F-35来扮演中国大陆的歼35，来挑战应对来自于大陆的歼20跟歼35的威胁。我们也来看到细节的部分，在这一次的盟军打击部队里面，主要是由美澳的 F-35战机，还有英国的台风战机一起来做的演练，当中包括了关键基础设施，还有摧毁雷达跟防空系统等等。在这一场军演结束之后，我们来看到他们又有了美英澳的下一场军演，这个军演叫做竹鹰军演，地点也不同了，移师到了东太平洋，参与人数更是非常多，超过了1万人。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 F-35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办歼35，能够完整的模拟中国大陆的5代机吗？今天也就中美的5代机来做一个较量，委员怎么看？每一种空军的演习啊，这个找自己的战斗机来模拟对方的战斗机，这是常态的工作啊。因为你基本上你美军手上也没有什么歼35啊、歼20啊，然后中国空军手上也没有 F-35啊，也没有F-22都没有哈，所以一定要找自己的战机来模拟。可是你要了解到哈，尽管是第5代的战机，不可能有两个飞机哦，它的功能完全一样，不可能，就因为2个设计理念各方面不太一样哈。比如说那个对这个歼35比较强调制空，然后 F-35比较强调空中的这种感测平台，2个功能设计上那各有优缺点，没有说这个谁好谁坏的问题。好，所以这个对于这个F-35哈，它拿来模拟这个歼35，只能模拟一部分，有一部分还要找那个 F-16来补充啊，如果近战的时候，F-22近战不行了，对，近战的时候也要去这个模拟，一样的，这个中国的解放军哈，如果要来这个对跟 F-35来对战的话，他也一样的，他可能也要找那个自己的歼20是吧哈，来模拟 F-35，可是光这样不够，因为性能上没有办法完全画上等号，所以有些地方它用歼16，甚至有些地方用比较近战也要用歼10C，好，这个是一个很常态，所以说你光用这个 F-35就要完全模拟歼35，不可能，能够像个80%就不错了啊，或者搞不好80%都没有啊，搞不好像个60%、70%，那你剩下这一步应该怎么办啊？搞不好还要找那个 F-16来弥补啊，哈，比如说像那演员演到一半啊。这个要跳下去，找个替身上场，然后这个类似这种情形都会有哈，所以他演习科目很多了哈。那没有一种飞机完全不能模拟，可以，但是没有一种飞机可以完全模拟到跟对方一模一样，那也不可能。所以这2个就是要看演习科目、作战场域，好，还有真的是目的是你要在抢空域制空，还是说你要去攻击后面更远的这个目标啊，要突穿啊。所以每一个演习科目不一样，可能要找那个不同的这个机型来模拟，因为很有趣说这些战斗机的机型大部分各有它的特点。那时候有些特点，我这个特点跟你那个机型的特点某个很像，那比如说我机动能力，那 F-35机动能力都不行了，那可是 F-22的机动能力又比较强，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组合式的，所以扮演这个算是 OK 啦，但是大概60%多而已吧。好，这个是在美军上面的布局，美军战机的布局。那其实现在也被发现说，美军现在战机上面是不是有它的一个缺点呢？因为呢，这个是军工体系部分交付的 F-35被发现没有装有源相控阵雷达。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洛克希德马丁是用这个配重块来顶替雷达，硬交给了军方。现在根据了解呢，如果在使用这种配重块之下，在高强度的电子战之下，其实会
有这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会让作战风险升高，后续的维修负担也会更加重，是这样吗？厉将军怎么看？我想说有图有真相哈，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图，这个美军居然干出这种糗事哈，这比印度还糗哈，印度已经够糗了，各位可以看一下哈，它确实在机头应该装雷达这个地方，装了跟哑铃一样的配重块哈，头尾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有图有真相。是。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呢？这批的 F-35战机哈是洛克希德马丁生产的第17批的战机，按理是最新出来的战机。那它整个作战系统叫 Block 4哈，第4代的，所以以前它在这上面装了雷达，叫做 APG 81这款的雷达。那这款雷达是旧式的雷达，它的用的元素是砷化镓哈。这个氰化镓这种系统，那这次来讲的话它升级 Block 4以后，它用了雷达叫 APG 85这款有源震控相位雷达。那它用的原料叫做氮化镓哈。我们说这个讲到氮化镓，可能大家就了解了。对，镓锗其实它不是稀土，可是也是中国提供卖给美国的稀有的金属元素。那它没有这个元素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做出 AGP 85这款雷达。可是我整个系统都已经设计了，那我这个雷达我就没办法装上去。因为整个战机的所有作战系统一定是跟雷达联动在一起的嘛。当你没有这个雷达系统的话，这个系统不一样，那你飞行员上面的动态感知的状况都会不一样。好，那这种状况下，大家就问说，那可不可以把旧款的雷达装上去？就还是装原来81？不行因为原来那个雷达整个这个系统都已经改变了，你必须就是要装上这款雷达才能够作用。那为什么旧款雷达不能装上去以后，那你就空着嘛？为什么要装上配重块呢？我跟各位讲，你看飞机，我们现在的战机，你看到它起落架是前面一个轮子，后面2个轮子。那以前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看到飞机什么样子？前面2个轮子，后面1个轮子。所以说飞机它的重量是有它的这种原理在里面。你如果说是配重不一样的话，那你起飞就会受到影响。所谓的这种头轻脚重那你起飞的角度方向就会不一样。所以你那个地方你不要看了，一个雷达重量大概也有将近70公斤左右。如果说这70公斤的重量不对的话，你飞行的姿态、操作的方向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不得已必须让这个前面那边它没有雷达，它还是要卖它还是要卖，它先装一个这个金属的配重比在上面，让飞机可以起飞操作。可是这种飞机是没办法作战的，那不是说是会降低作战风险，是完全不能作战。你想想看，一架战机上去在天空上面没有眼睛，它怎么打仗啊？它只能凭飞行员的眼睛去看了，没有雷达不就等于是没有眼睛吗？那这个飞行员自己本身的雷达，就算他是远视眼好了，就算给他戴个望远镜好了，他还是没办法作战的。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军工确实是在这方面，因为跟中国之间搞这个贸易战那更不要讲稀土了，光这个稀有金属氮、镓、锗这几种东西就把美国军工卡得死死，然后让美国的这个军火业做出这么丢脸的动作，用配重块，那真的是全世界当作笑话在看。好，现在这个 F-35使用这配重块，根据了解也是因为它的这个供应链的生产没有办法跟上。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刚刚其实将军也特别提到了，因为中国大陆它限制了它的稀土所以影响了接下来 F-35它所需要的许多的元件。那这当中包括 F-35的雷达需要的就是它的高功率的微波元件跟4伏电机，都是靠稀土的成分的。那现在中国大陆等于扣在手中嘛，让它没有办法拿到。那其实过去 F-35还有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也是需要稀土，那个时候只能跟谁来买呢？就是法国一家破产工厂数十年前所留下来的山的这个废料，当时是说只能撑1年，那现在又碰到这样的状况，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都用国家安全法的理由对中国大陆很多限制嘛。那例如说他对于中国的半导体他就说这是国家安全法规定不能给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不管是工具机、光刻机什么都不准卖
甚至先进的3奈米的都不准卖。那中国大陆也一样嘛，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所以对于重要的稀土都做管制。过去美国是采用这种走私就是从这个边境里面走私大量的中国的稀土。那中国大陆现在在走私这个部分加强管制的很严，所以他在这个部分偷中国的东西就不容易了。是。那偷中国东西不容易以后呢，那你可以看到法国的这个倒闭的工厂的原料也用完了，那他怎么办？当然不够了。但是大陆的这个稀土的出口只给你民间的企业，不给你军工企业，而民间的企业的稀土你必须要报，中国大陆要去核查，而且你的使用量配比都要提报。如果你不提报你的使用量、你的配比，而且中国还要看你的产品最后生产出来的有多少，是不是跟他给你的公斤是不是一样，而且不是说你一次就能够拿到1年的，现在改用就是1个月、2个月给你，就是你这个月快用完了，你再来申请。那中国大陆就会去看你有没有合格的、合规的申请。所以军方本身要拿到从他们的民间企业转手，或者是军工复合体，我这个是民间产品，我把它转过来的话，它就显得很大的困难了。那这个越管制越严的时候，越来越困难。